根据商务部近2日公布的中国进口及吸收外资最新数据，中国前3季度进口同比增长32.6%，吸收外资增长19.6%。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第2大进口市场，利用外资也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这显示出中国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市场和发展机遇。而日前公布的前3季度中国经济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航船稳中向好，面对风浪始终坚定前行。多家外国媒体认为，中国经济恢复态势持续不变，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和活力。世贸组织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7个百分点至12%，贡献了全球15%的进口增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表示，今年前3季度中国进口近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在积极扩大进口的过程中，我们推动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束觉婷表示，中国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理念，充分发挥进博会等开放平台的促进作用，加大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培养力度，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束觉婷不仅分别介绍了中国与英国、欧盟、埃及等地的双边贸易情况，也从整体上介绍了前3季度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进口份额等议题。那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哪个层面，这些数据都是相当可观的。其实发言人在回应多个问题时都强调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个词。由此看来，这不仅是在总结相关数据逆势上扬的原因，也是在进一步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在增加进口分享市场的同时，中国也持续为外资创造市场机遇。商务部周3发布前3季度中国吸收外资数据，1至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95.1亿元，同比增长19.6%，引资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机遇在哪里，企业信心就在哪里。中国利用外资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商务部调查显示，近60%外资企业2020年在华营业收入、利润实现增长或持平，近90%半企业对未来前景持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目前，全球投资仍面临着疫情、长尾冲击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稳健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完善的产业供应链支撑、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等，仍将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综合分析中国前3季度的经济里边，最好的亮点是在外贸和我们说引进外资，这2个亮点是我们超出预期的。这个增长的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政策的支持，一个需求的上升，一个新冠病毒防治好，这是最主要的。日前出炉的中国经济3季报显示，中国经济前3季度同比增速达到9.8%，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第3季度增速有所放缓，但恢复态势持续不变，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稳定性力量。不久前，世界银行在最新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告中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5%，IMF 最新预测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8%。在全球经济增速整体出现放缓的情况下，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和潜力的正面肯定，也是对调控政策的积极认可。多家外国媒体认为，中国经济恢复态势持续不变，中国经济展现出韧性和活力。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出口延续了高增长态势。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们判断错误。路透社报道说，行之有效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强劲支撑。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在基建、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带动下，去年中国经济表现远远好于预期。尽管存在一些挑战，但中国经济仍具有较强的韧性。如果中国稳，亚洲就稳，亚洲稳，世界也会稳，那对世界的贡献当然是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种影响呢，我一直说，如果在供应链和产业链呢，我们是中流砥柱了；如果是信心呢，我们像一个明灯似的、灯塔似的；如果说贡献呢，中国依然是重大的一个支柱，就支持事业经济的复苏。所以我想，我们的贡献应该是多方面的。
美国白宫早前宣布提名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这一重要职务。当地时间周三，伯恩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参加了提名确认听证会。在这场事关自己能否取得上岗资格的听证会上，伯恩斯采取了强硬的对华立场，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多个中国内政问题上进行无理指责和攻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表示，伯恩斯先生的有关言论充满冷战零和思维，也与事实严重不符，中方坚决反对。我们奉劝伯恩斯先生认清世界的发展大势和国际的民心所向，客观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自身权利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多说建设性的话，多做建设性的事，为促进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于中美关系，伯恩斯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表示，因为有美国自身实力和盟友帮助的加持，美国在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中具有关键性优势。美国的军事、外交和教育体系比中国更有优势，美国的盟友网络也是在与中国竞争时的最大优势之一。美国必须与盟友一起维持印太自由开放。他相信美国与盟友加强关系可以证明东升西降的说法是错误的。伯恩斯称，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美国会跟中国竞争，例如基建及新兴科技领域。如果中方威胁美国及盟友，美方在必要时会挑战中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n Olympian power. It's a country of extraordinary strength, but it also has substantial weaknesses and challenges. We should have confidence in our strengths.American strengths. 伯恩斯还在听证会上数度提及事关中国内政事务的议题，包括涉疆、涉藏、涉港以及涉台问题。而且伯恩斯的言辞十分激烈，继续以所谓种族灭绝、扼杀自治和自由及欺凌来抹黑中国。特别是台湾问题上，对于近期解放军军机在台海方向战备巡逻的正常之举，伯恩斯妄称此举极为恶劣，甚至建议美国要把台湾变成一颗难敲开的坚果，鼓吹国会和行政部门完全有权将武器供应扩大到台湾。Our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Taiwan a tough nut to crack, help it increase its asymmetric defenses.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台湾、新疆、香港等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是少数西方反华学者和美国政客炮制出来的世纪谎言，其真实目的是打压和遏制中国发展。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在817公报中就停止对台售武，向中方做出过明确的承诺，应该言而有信。但对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早前呼吁华盛顿重新考虑坚持了几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伯恩斯在听证会上就表示，华盛顿在台湾事务上奉行当前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拜登8月20号正式提名伯恩斯担任驻华大使一职。他的就任需要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全体会议的批准。白宫早前介绍，现年65岁的伯恩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退休职业外交官，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实践教授。伯恩斯长达27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从里根横跨到小布什4任政府，足迹遍及中东、欧洲、非洲等地区，并曾在2005年至2008年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成为美国国务院第3号人物，也曾出任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首席谈判代表。伯恩斯在担任副国务卿时，直接参与了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以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的事务。美媒引述一名曾与伯恩斯共事的美国外交人员称，伯恩斯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他曾在一个很高的级别上负责美中关系。
对于伯恩斯获得提名出任驻华大使，中方曾表示希望他能为双边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学界也认为，拥有丰富外交经验并深受拜登信赖的伯恩斯是中国较能接受的人选，他将有助促进中美使馆之间的直接沟通，减少两国目前隔空交锋的局面。但伯恩斯在听证会上的表态显然与拜登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一致，上任后将扮演拜登对华政策忠实执行者的角色。据彭博社介绍，尽管伯恩斯也在听证会上提到了美国和中国保持接触并寻求共同利益的重要性，但他对两国冲突领域的关注很快赢得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两党议员的赞赏。路透社更是预计他有望轻松通过提名确认程序。但也有分析指出，伯恩斯的相关言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尽快获得上岗资格而说给国会里对华鹰派听的。我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他作为一个美国的驻华大使，他也应该积极的促进两国关系的友好合作。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职责。他未来应该在中美关系友好合作方面发挥更多的积极性的、正面的建设性的作用。同日，获提名出任美国驻日大使的伊曼纽尔也出席参议院的人事听证会。他称，美日同盟是维持印太地区自由繁荣的基石。若获确任为美国驻日大使，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美日同盟，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及其他共同挑战。但在涉台议题上，日本近期显然没有美国方面那么高的调门。台当局日前正式递件申请加入 CPTPP， 并且当局多名官员表态乐观，尤其是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邓振中月初接受采访时声称，日本是今年 CPTPP 的轮值主席国，近年双方关系显示都愿意互相帮忙。日本知道台湾是市场经济，而且组织越大越有影响力。此外， CPTPP 也包括进步的议程等等，相信日本会帮助台湾。但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副代表星野光明对此泼了一盆冷水。他周一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台当局认为成功机会很大的表态过于乐观。星野光明更指，台湾当局对日本食品仍未完全开放，台湾加入 CPTPP 的最大障碍是自己。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宋兴洲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就表示，日本此时有关言论首先是提前消毒，因为当前情势对台不利，日方无能为力。此外也有施压的意味，希望台湾在后续双边贸易上让出利益，当中可能就包括核灾区食品输台等。宋兴洲认为，台湾地区要能在加入 CPTPP 上突破障碍，关键仍在于两岸关系。他认为，台湾面向国际最短的途径其实就在大陆，只要两岸不对立，台湾透过大陆参与 RCEP 或者 CPTPP 根本不会有所阻碍。当前因为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失能，导致台湾在国际参与上出现高程度的政治障碍。若无法稳定两岸关系，建立两岸互信，台湾要加入 CPTPP 恐怕是遥遥无期。台湾旺报周二的社评也指出，澳大利亚等国欢迎台湾加入，是台湾的有利因素，但也造成岛内官员过度自信与自满。衡量大陆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及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需以一个中国为原则，既求所有 CPTPP 会员不考虑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优先考虑台湾加入，不致缘木求鱼。事实上，不只是加入 CPTPP 议题，日本近期在涉台议题上刻意保持了低调。针对解放军军机月初在台海方向的战备巡逻活动，日本外务省外务报道官吉田朋之早前在记者会上只是反复强调，期待通过直接对话实现和平解决。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对此表示，期待和平解决。观察指出，尽管新上任的岸田文雄政府基本继承了安倍和菅义伟政府的对外政策，但在台湾问题上的转趋低调，还是和近期频繁炒作台湾紧张局势的美国出现了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拜登总统提名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人选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所谓霸凌必须停止。您对此如何解读？我认为从伯恩斯的这番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拜登政府下一步的两个对台政策新动向。第一个是伯恩斯在强调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所谓霸凌必须停止的同时，
也反复强调了美国坚守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性。他甚至表示，一个中国政策是遏阻中国大陆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最明智、最有效的方式。这就印证了我早前做出的一个判断，即在美方透露出正在慎重考虑要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的风声之后，中国大陆在10月份力度空前地加大了军机绕台的强度与密度，这让美国感受到了中美在台海问题上极有可能从对抗走向军事冲突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预感到了情况不妙的拜登政府，为了防止局势走向失控，主动提出了要跟中国大陆做一个交易，即美国用在政治上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方式，换取中国大陆在军事上降低军机绕台的强度与密度。这就是拜登总统本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提名人最近会反复重申美国版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大陆近日会适当降低军机绕台的强度与密度的原因。而这种现象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将会出手压制美国国内近来冒起的要求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在两岸问题上搞双重承认的声音。其次，我们注意到，伯恩斯在反复强调美国应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还认为美国应该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以及应该坚定地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以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防卫战力，把台湾变成一颗难以撬开的坚果。这一表态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在政治上对中方让步，也就是愿意排除国内杂音，回到美国版一中政策的同时，却准备在军事上继续摆出咄咄逼人，准备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势的姿态。或者说，拜登政府仅仅是想从战略层面维持台海局势的不至于破局，但是在战术层面，尤其是在军事战术层面，则准备不断地以碎步方式向前推进。总而言之，拜登政府在台海局势上的新政策、新目标，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斗而不破。即在军事上和战术层面继续跟中国斗法，但在政治和大战略层面则维持不破局。这样一种做法也符合拜登政府早前制定的合作、竞争、对抗，但不走向冲突的对华政策大原则。那在您看来，面对拜登政府下一步的2个对台政策新动向，中国大陆又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件事情要一分为二来看。首先，我们知道，近年的台海局势之所以走向紧张，根源就在于台独势力的总后台美国，在台湾的政治定位问题上开始搞小动作，蠢蠢欲动，企图否定一个中国政策，甚至是搞双重承认，以至于一度把中国大陆、美国、台湾3边关系搞得是乌烟瘴气。因此，接下来，假如拜登政府真的认真兑现承诺，回到一中原则，哪怕是回到美国版的一中原则上来，那也意味着台海局势将会少了一个外在的乱源。我们要看到，拜登在政治上的这个让步，仅仅意味着台海局势不会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全面破局，并不意味着接下来台海局势就会从此风平浪静。因为拜登政府仅仅追求的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会破局，并没有放弃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大陆进行军事上的对抗。这个也就意味着，在已经卖给了台湾大量武器之后，未来美国还将会卖给台湾更多的武器。在已经推行印太战略，跟英国、澳大利亚建成军事同盟，以及怂恿日本、韩国介入台海局势之后，接下来美国仍然会以结盟的方式，在军事战略上对中国步步进逼，这势必会引起中国大陆的反弹与反制。那么中美双方在台海问题上政治上不破局，军事上继续竞争与对抗的成命格局将会维持到什么时候呢？或者说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破局的那一天？我个人认为最好不要有破局的那一天，
因为破局的那一天就意味着战争，意味着生灵涂炭、几派俱伤。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问题就会永远拖下去。我认为，当中国大陆在军事实力上全面超过美国的时候，台湾独立以及美国以军事力量支持台湾独立就将走入历史。当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都对台湾具有了吸引力的时候，两岸的统一就将水到渠成。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美国对华打压愈演愈烈，除了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提案，鼓动对参与在南海和东海所谓有争议地区相关活动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提案小组也针对中国提出了一项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新法案，内容包括要求拜登政府专门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组，以应对所谓中国利用经济措施推动其他地缘政治目标的做法。与此同时，世贸组织正在开展第8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各成员普遍认可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上做出的贡献。但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在 WTO 会上将矛头对准中国，扬言将采取一切手段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在周四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束觉婷介绍，世贸组织第8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于周3和周5举行，目前正在进行中。中方高度重视第8次审议工作。据介绍，贸易政策审议是世贸组织3大职能之一，中国每3年接受1次审议。WTO 成员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积极评价中方自2018年7月审议以来采取的一系列主动开放举措，高度赞赏中方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贸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对中方在抗击疫情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在 WTO 会上再次将矛头对准中国。美国声称，中国的产业政策扭曲了竞争环境，不利于进口商品和服务及其外国供应商，并扬言将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中国改变其贸易做法。除了在国际场合抹黑中国，在美国国内，一组跨党派美国议员日前提出一项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新法案，要求拜登政府成立一个高级别跨部门的反经济胁迫工作组，以应对所谓中国利用经济措施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做法。据他们设想，在这一小组中将由美国总统挑选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担任主席。美媒报道指出，这一跨部门小组的人事任命可能将涉及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值得警惕的是，美媒在报道这一法案内容时特别指出，这一项由跨党派议员提出的法案强调了美国两党正在日益加深的共识，即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要说它成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目前从美国国内来说，这个在严重缺乏这个共识的国内政治层面的话，那几乎只有中国问题是唯一存在的共识。但对于中国来说，怎么样应对？我觉得，其实美国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它是存在自身的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根源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拿中国作为所谓的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你是找错了对象。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完全可以坚持我们自己的底线，但同时一定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推进自己的国内的改革，然后继续的去更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那只有这样的话，中国才能在中美所谓的这个战略竞争层面的话，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近来，经济胁迫成为一些美政客操弄反华议题屡屡提及的借口。5月1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华盛顿共见记者时妄称，美国不会让澳独自面对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中国对美盟友的经济胁迫将阻碍美中关系。8月21号，布林肯同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通电话时称，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坚不可摧，美国坚定支持立方直面中国的所谓胁迫行为。对于美方屡屡污蔑中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曾表示，中国一不动辄霸凌制裁，二不搞长臂管辖，三不无理打压各国企业，经济胁迫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扣不到中方头上。另一方面，正在南美出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肯再就选边中美说事。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布林肯当地时间周二访问厄瓜多尔，并在会见新当选的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拉索及外交部长蒙塔尔沃时表示，美国与厄瓜多尔的伙伴关系不受任何第三方国家的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被要求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过紧接着，布林肯又警告和中国做生意可能会有风险，暗示中国企业不可靠，灭指一些中国企业在面临施压时会遵照中国政府的要求行事。BBC 报道指出，布林肯此次访问一个未挑明的目的是借制度说事，试图与中国争夺在南美的影响力。BBC 认为，美国人希望通过强调制度，使得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两国更倾向于选择美国作为伙伴。尽管布林肯说不强求南美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但如果他们倒向一边的话，美国人希望他们倒向美国而非中国。外界注意到，布林肯在多次访问中频频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逼迫第三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路透社此前消息，3月24号刚履新的布林肯在欧洲访问时，就曾对北约盟友宣称，中国对西方构成威胁，但美国不会强迫任何人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边站。他的所有的这些言论都是带有很强的倾向性的。美国在世界各地也在推进一些所谓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是非常可笑的是，美国它是没有实际的这个资金拿出来的。那目前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它的社会支出等等都是没有钱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吸引力当中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的。因此，它只能从所谓的价值观以及一些莫须有的言论，然后是让其他国家希望其他国家能够选择美国。中国的航天器试验近日也遭到西方恶意炒作，以此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早前测试的一款高超音速导弹可在环绕地球1圈后飞向目标，并指此款导弹展示了令美国官员意外的先进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也对此表达担忧。他在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访时，被记者问及是否对此担忧，他回答是的。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则向记者说，已透过外交渠道表达这项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另一名发言人赵立坚也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展现出的消极因素，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忧新冷战或将到来。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认为，中美两国并非一定要展开对决，以确定谁是赢家。马凯硕特别提醒拜登政府，如果能够取消一些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消极举措，将是积极的进展。这些历史过程当中，美国人是接受不了自己失去世界老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直以来在整个的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当中，我们看到它和其他的国家纷争不断，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中美之间不必要一定要有一个赢家，那应该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让世界发展得更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驻华大使提名人伯恩斯周三出席国会任命听证会，指责中国是所谓最大安全威胁，并在一系列政策表述上态度强硬。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伯恩斯他的指责的原话是中国构成美国与民主世界在21世纪的最大的安全威胁。那么这呢，实际上延续了拜登政府外交安保高官的一贯的对华政策表态。主持这场大使任命听证会的是美国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那就在伯恩斯来听证前的一天，那么正是这个委员会呢，他悍然通过了又一道制裁案，扬言要在南海、在东海议题上对中方的相关企业以及个体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有统计表明，目前呢有卢比奥、科顿之流的反华议员，他们以各种名目领衔炮制，举旗反华的提案。现在呢，在国会等候表决的多达360项。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正是在美国所谓三权分立的立法部门这一级，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在全面承压的一个数字写照。所以呢，在我看来，今时今日的美国国会山不计代价、不讲底线来表演所谓的对华强硬，已然成为两党通吃的一个头号政治正确。和此前几位多为地方官出身的驻华大使不同，那么伯恩斯他的履历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他当过北约大使，也曾经在国务院出任高官。他呢可谓是熟谙华府权力机器的一个老江湖。所以啊，在昨天的听证会上，伯恩斯也乐意配合表演，
而且呢，美国媒体已经预判他的强硬表演将会让伯恩斯轻松获得提名认证。所以啊，这是我们评估伯恩斯听证讲话他的表态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大背景。那么一个可做见证的关键细节就是，伯恩斯他在开场讲话中谈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在禁毒、在全球健康、在核不扩散领域可以展开合作。但是呢，我们通关全场听证会，议员们质询只提了一个合作的问题，也就是气候变化合作。那么其他问题呢，全部是聚焦竞争与对抗。有美国媒体如此概括说，中美两国关系的对抗紧张度可见一斑。但是呢，我也要强调，对伯恩斯这种老江湖，听证会表态应答，哪些是刻意的配合，哪些是弦外之音，我们呢是要有鉴别的。尤其在涉台问题上，伯恩斯的相关表述呢，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那您觉得伯恩斯谈台湾问题有哪些表述最关键？没错，昨天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质询提问最集中的就是台湾议题。伯恩斯他也确实撂了不少狠话，诸如美方不能在台湾议题上信任中国大陆，美方责任在于帮助台湾成为杂不碎的坚果等等等等。但是呢，我认为其实伯恩斯暗指战略模糊的表述更加关键，也更加有分量。那么坚果说大概会让台湾有些人喜出望外，但是呢，伯恩斯他的涉台表述其实是有潜台词的。那么他在底线问题上并没有松口。用美国 CNBC 电视台今天的一个观察，伯恩斯反对任何明确表述美方所谓的协防义务，那么延续了美国外交界建制派的一贯的立场，也就是呢，要保持美方所谓涉台政策的战略模糊。耐人寻味的是，伯恩斯对此他实际上并不模糊，他反而说得很明白，说华盛顿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对的，而美国深化对台安全合作的首务 to expand our arms provisions to Taiwan， 其实呢是所谓的扩大对台武器供应，也就是说，美方呢要继续把台湾来当军售凯子，这当然是蔡当局现在呢所刻意要回避的。听证会上，多位参议员拿中方所谓高超音速武器提问，甚至连美国总统拜登昨天也对此表示关切。您又是如何分析呢？您是如何来看伯恩斯的相关表态？中国可携载核弹的高超音速武器完成试验，这个所谓的爆炸消息是由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末率先爆料，它呢确实挠到了美西方许多人、许多势力的反华兴奋点。但是呢，假的就是假的，英美所谓爆炸消息与实验爆料都必须要打上引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连日来已经连续澄清，中方8月发射的是航天器，以验证其轨道返回能力。那么类似的实验在国际航天界属常规动作。事实上呢，美国航天权威人士已经从技术角度对假消息验明正身了。追踪全球太空发射的哈佛天文学家叫麦克道威尔，他向《纽约时报》表示，追踪轨道事件的美国军事单位公开的相关发射信息中，没有任何信息可以与英报所称武器试验相符。那么英报故事的每个方面都是令人心生怀疑。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大卫奈特他呢更直指，媒体针对中方高超音速武器的所谓 FOBs， 也就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这个炒作，纯属危言耸听。他用的英文表述是 alarmist。那么关键追问就来了，那么既然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说子虚乌有，为什么美国最高权力层从白宫到五角大楼乃至国会山，纷纷有人跳出来喊话表态呢？在昨天的听证会上，多名参议员继续拿《金融时报》的假爆料来发问。当然呢，他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以媒体的假爆料强述所谓中国威胁的稻草人。特朗普之前动辄指责美国主流媒体针对自己搞猎巫行动，炮制假新闻。那么这样看来参议员们也是在假提问。那么伯恩斯他指责中方所谓爆超最低核威慑的这样的表述，也就是配合表演的假回答的。那么拜登表达关切，这根本就是记者抛给他的一个预设提问。昨天在准备登机前往宾州时，有记者刻意问到是否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感到关切。那么拜登对此的回答是 yes。事实上呢，在华盛顿当前的政治气氛之下，明明面对的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是真正的伪问题，但是呢，这个 yes 似乎才是拜登的一个必选回答。那么这也见证当前中美关系在华盛顿全面承压的真实现状。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尽管寒冷的冬季即将到来，但印度仍在中印边境蠢蠢欲动。据印媒报道，印军不断加强中印边境地区的部署，除了加强无人机部署、增派 M777超轻型火炮之外，还首次将米格29战斗机部署到靠近中印边境的前沿机场。有分析指，印度的相关举动无异于缓解中印边境紧张局势，而且它的任何试图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动作都是徒劳的。最新消息显示，印军又坠毁一架幻影2000战机，更令外界怀疑其实际战力。据印媒周三报道，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印度空军在所谓拉达克地区靠近列城的托伊塞空军基地部署了米格29战斗机，以对抗所谓中国空军在青藏高原基地的显著增加。卫星图像显示，至少3架米格29位于该机场的停机坪上，实际部署在该基地的战斗机数量可能更多。报道称，由于中印在拉达克附近的实际控制线关系紧张，印度空军可能会升级这个前沿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据悉，这并不是米格29第一次出现在拉达克。今年4月，印度空军发布的照片显示，经过升级的米格29飞越拉达克附近的雪山。当时的报道称，这些战斗机已部署在拉达克超过1年，但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米格29进驻托伊塞等前沿基地。据介绍，印度空军现有3个米格29战斗机中队，其中2个部署在亚当布尔空军基地，每个中队由16至18架飞机组成，总共大约60架米格29，目前都升级为 4.5 代标准的米格29 UPG 型。这些升级版本的米格29装备有阻克 ME 有源相控阵雷达，具有激光、热成像和电视功能的 OLS UEM 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增加了内部燃料，航程达到2100公里。此外，该机还加装了加油探管，可进行空中加油，空战能力和对地打击能力都有较大提高。印度呢，在这个边境的前线，实际上是重兵，还有这个先进的装备啊，都放在一线的啊。它跟中国的这个部署完全不太一样啊。这实际上也是基于印度国情的一个考虑，就是它的整个后勤补给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差的啊。当然，这个很多人会说，如果在第一波的打击之后，是不是他们就被摧毁了？对于印度来说，它不考虑第2步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它部署最先进的像米格29啊等等在前线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威慑的作用，而不是考虑实际战斗的这个可能性的。除了空中战机外，印度还在加强地面火力部署。香港南华早报周三称，印度媒体在9月透露，印度陆军已利用直升机将 M777超轻型火炮部署到中印边境前线，其他较重的火炮则通过公路运入。据称 ，M777型超轻型榴弹炮的射程为30公里，美国提供的 CH-47直升机可以迅速将它从一个山谷空运到另一个山谷。此外，印度 The Wake 新闻网站周二称，印度陆军正在加强其监视能力。除了组建一个航空旅对中印边境加强侦察监视外，印军正在广泛部署监控摄像头、传感器、雷达、震动探测器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不仅能够监视边境上的情况，而且能够监视对方领土深处的情况。目前，印度已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及中国藏南地区部署了从以色列引进的苍鹭无人机、雷达以及空中和地面传感器，均由其东部司令部指挥控制，可以俯瞰西金邦和中国藏南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印媒还透露，印度正在从美国采购武装无人机，有了这些无人机，印军将能发动远程控制行动，例如越境打击或与边境目标交战。此外，根据印度3军实施的猎豹计划，印度空军、陆军和海军的苍鹭中空长航式无人机正在升级为察打一体型飞机，将配备激光制导炸弹、空对地导弹和空射反坦克导弹。针对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加强部署的情况，有分析指，无论比火力、后勤保障能力还是情报支援能力，印军都无法和解放军相比。印度试图通过加强无人机的部署来对抗中国，更是和龙王比宝。例如，珠海航展上展出的大量中国国产高端无人机都是印度所不具备的，而这只是中国无人机成就的冰山一角。如今，印度无人机主要依靠引进以色列、美国的产品，哪怕升级苍鹭这种中型无人机，也都要靠以色列提供支持。此外，印度计划部署的这些无人机自卫能力很弱，在解放军软硬杀伤结合的防空火力面前不堪一击。中印边境的这个竞争啊，这个实际上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技术上的这个竞争。
无人机的使用啊，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在边境上啊。技术上，从无人机的发展来说呢，那个中国的无人机肯定比印度要遥遥领先，这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几年前呢，印度方面实际上也跟中国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啊，希望双方呢能够谈判呢达成一个关于在边境使用无人机的这个规则。当然这个后来呢，双方呢是在这方面没有达成协议啊。而对于米格29进驻前线机场，分析指恐怕也只是为印度人壮胆。他部署的托伊塞基地距离加勒万河谷只有70公里左右，处于解放军火炮等远程打击武器的攻击范围内。即便米格29战斗机起飞，由于距离边境地区过近，它可能刚升空就进入中国防空导弹的射程范围。因此，这也是印度没有把更先进的阵风战斗机部署前沿机场的原因。而印度战机频频出事，更是让人怀疑印军的实际战力。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媒周四报道，就在当天，印度空军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在中央邦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印度空军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在一份声明中称，印度空军一架幻影2000飞机在中部战区的一次训练中遭遇了技术故障，飞行员安全弹射，空军已下令进行调查，以确定事故原因。据报道，这架幻影2000战斗机毁在中央邦宾德地区农村的一处农田里。听到印度空军飞机坠毁的消息后，大量当地人涌入追击现场，一队警察已到达现场设置警戒线，并阻止村民靠近。现场画面显示，飞机碎片散落在空地上，可以看到飞机冒烟的尾部半埋在土中。据悉，这是时隔近2个月来印度空军再次发生的坠机事故。8月25号，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战斗机参加例行训练期间，在拉贾斯坦邦巴尔莫地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受轻伤。有意思的是，当地时间周二，今日印度发布了一段为印度军队特别定制的非致命武器展示视频，这批武器将被在中印边境的印军用于所谓应对中国军队。据报道，这批武器由总部位于印度北方邦的阿帕斯特隆公司开发，包括3叉戟、金属棍、电击手套、电棒与特制盾牌。3叉戟外形和印度湿婆神所持武器相似，内置电池，戟尖可以释放电流，使用前还需要特别培训。金属棍同样内置电池，据称可以释放电流给敌人以强大的打击。此外，金属棍上镶嵌了许多金属钉刺，可以用于刺穿车辆和武器。电击手套用于肉搏战，使用者需要在戴上手套后把电池模块绑在手臂上。据称，充电使用时间可达8小时，防水且在0到30度的温度下工作。阿帕斯特隆公司首席技术官莫希特·库马尔在接受今日印度采访时表示，去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他们收到了为印度武装部队开发非致命性武器的请求。印度军队的这番塑料操作遭到中国网友的群嘲，网友在评论区调侃：“差生文具多，好学生微微一笑。”印军这套装备在中国恐怕只能与小区保安比划比划。